们来带观众朋友赶快来聚焦现在在中东的情势。纳坦雅胡现在是硬闯川普的红线了，怎么回事？等一下来看。以色列现在封锁西岸是要复制当年的加萨的剧本吗？这个时候，一个国家非常紧张，埃及这个时候他出动了4万大军压境。那么我们也会来关心，今天可以看到是 G7 现在整个分裂了，有些人承认8国，有些人不承认。今天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赶快来看，川普画下了红线，说，不准你这个纳坦雅胡去并吞西岸哦。那么纳坦雅胡是强烈的挑衅，这回美国真的能够管住以色列吗？像是脱缰了哦。那么另外也关心说，刚刚说了嘛，以色列已经封锁了西岸之后。埃及现在非常的紧张，派了4万大军压境，这样子做就能够挡住以色列吗？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做回答。最后来关心，现在英加法都已经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了，但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至今都还有点犹豫不决，原因是什么呢？是历史亏欠，还是他们有在地缘政治的盘算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在联合国，他这一次特别会见了8个是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他做了一个承诺，他说确实啦，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好了，不会允许纳坦雅胡去并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这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川普话说完，当然了，马克宏也跟着说，以色列试图并吞西岸，对于美国将会构成是一个红线，迫使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外交正常化的进程就会终止了。而纳坦雅胡这时候还是非常的强硬，没有再管川普的啦。他说约旦河以西是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我们来看到这张地图哦，这个约旦河西岸就是现在这个纳坦雅胡他的最新目标了。他甚至扬言会继续的扩建犹太人在当地的殖民地。是不是美国已经真的控制不了纳坦雅胡了？如果纳坦雅胡真的控制西岸，川普敢去制裁他吗？还是会逼着其他阿拉伯国家只好自立自强，甚至开战？有没有这么严重？赖老师怎么看？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哈，美国确实是完全有能力来去制止以色列的疯狂的行为。但问题就在于，美国被制约了，被谁制约？不是被以色列人制约，是被犹太人制约，被他国内的犹太人。他国内犹太人分布在重要的行业里面，包括这个法律界、司法界，也包括政界，也包括这个好莱坞媒体，甚至包括金融、珠宝业，那都被珠宝业你也知道，就跟这些贵妇人很有关系了。贵妇人没有买到珠宝的话，回去跟她先生吵架，那这个可能她先生刚好又是一个贪官污吏也不好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以色列人他掌控了美国很多的势力，那掌控了这么大的势力的情形下，不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是美籍的犹太人。那这些掌控那么多势力，所以对于美国的政府在处理以色列的时候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声音很多，动作很多，但是实际上要下去的时候都没有，到最后都放弃底线。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了，最后武器弹要继续供应过去，这就是美国。好，那问题就在于美国的红线，它能不能够到真的被完全踩踏的时候，美国的总统还是会再让步吗？我倒认为不会。美国是这样子，美国的白人，如果他的红线到最后被犹太人就侵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一翻脸过来，犹太人会很倒霉。其实犹太人，你说他强大的时候，是大家还讲一些规则，讲一些规则就是我要政治，你给我钱。我有你的钱，我就能够要到政治。可是你当你让我连政治都没有的时候，你的钱就不算一回事了。然后你的人身安全也不见得算是一回事了。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就是要看这个内塔尼亚胡敢不敢玩到这么大，让白人安格鲁萨克逊族或是日耳曼族的白人认为说那没得玩了。那这个时候你犹太人那就倒霉了。我想这个就是看你犹太人敢不敢玩到这么一个底线。犹太人也很精明的，当他们看到说可能连在美国的犹太人，他本身的身家性命也可能会落入跟德国下场的时候，
那他很有可能很快的就会妥协了。所以我倒觉得现在是一个在较量的一个时代，但目前来讲看得出来，就是还没有到白人真的要对犹太人翻脸。我讲是美国的白人要对美国的犹太人要下手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一点影响力，还可以牵制。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内塔尼亚胡说狠话可以，可是你如果真的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你要动手了、动武了，我倒觉得他可能不敢。为什么？他目前采用的策略是有效的，这个策略就是蚕食鲸吞，那也就是他把他的屯垦区是不断的在扩大，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所占有的屯垦区跟1967年以色列所占有的屯垦区你来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它的屯垦区事实上是增加了1倍以上。而且呢，他已经把这个巴勒斯坦国切得支离破碎了。这个支离破碎的领土会让他未来在治理方面很困难，显示出他的中央政府未来是很困难的治理这整块土地。可是被以色列所占有的这些屯垦区，他会放出来吗？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方法，纳坦雅胡不断的蚕食鲸吞这个土地面积往这个约旦河西边去继续的走下去。他除了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做之外，另外一方面他干脆这个是最新动作，9月24号这一天，把这个艾伦比桥给封锁住了。这个艾伦比桥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其实是西岸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往返约旦的主要的出入境的一个口岸。这一刀切下去，等于再次的复制封锁了加萨的剧本，让西岸再次的陷入孤立。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看不下去了，它是埃及。我们看到埃及又有什么样子的大动作？来看到导播，我们 take 这一张画面现在埃及在这边呢是重兵部署，除了有部署4万大军之外，还有上千坦克也开出来压境了，包括筑起了多层的铁丝网、隔离层等等。埃及的官员也最新放话，他说驱逐巴勒斯坦人就是红线，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埃及我们必会行动。这一场这个示威也被视为是1979年和平协议之后，埃及首次的跟以色列硬碰硬。埃及这一次大军压境，如果真的开战，真能够抵得过以色列吗？那以色列现在的行为是不是有点是在复制加萨封锁的一个剧本？张老师又怎么看？我首先要这个提起来，这个艾伦比桥事实上是位于第43号公路，它过境的地方是最有名的这个胡森国王口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它确实是最大的一个运输的枢纽，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运输的道路。在第57号公路上面那个 Damia Bridge 呢，那边也有这个相当程度的运输功能。现在呢，西岸跟就是约旦基本上来讲是沿着约旦河为界，这是1994年条约所这个订立的。那个基本上来讲，军事没有这个重兵守境，然后没有在那边设防，而且两岸的人就是两国的人这样子跨过这边，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农地或者说东西是在约旦河两岸都有衔接，所以基本上来讲，那个就是说你完全它跟那个加萨走廊不一样。为什么？加萨走廊以色列人是这个叫做坚壁清野，盖了一个这个围墙那个就像一个超级集中营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两者之间不能去比拟。但是就是现在呢，这个以色列有意去把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把它驱离，然后硬推到这个埃及，所以埃及今天重兵其实也不是说是在声援巴勒斯坦人，而是说你不要把那个巴勒斯坦人赶过来到这边来，那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冲突呢？那个可能性是存在。但是面对这个事情呢，其实埃及为什么敢这样做？他老神在在的是，这个自从这个叫做恐攻那个10月份的恐攻事件，一直到现在打了这么久的仗，以色列这个国防军早就失老兵疲，而且经济状况很糟，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埃及呢是赌这个以色列你实在是熬不下去了，你这个事情你能做，而且你做到这个样子，已经到达非常极端的，要把这个就是完全违背了日内瓦公约，要将那里头的人去人口这样迁移。
这个完全都是违反了这个战争人道法的。那但是问题是，假如发生冲突，我觉得我们与其关心埃及能不能挡得住以色列，我们应该要担心是外溢效应。因为那个战火临近苏伊士运河很近。那假如这个战火就是这个蔓延到苏伊士运河，造成全球的航运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埃及以色列所承受的这个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会更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埃及赌的是说你内塔尼亚胡还能嚣张到几时？你已经搞这个样子，真的是你已经到达强弩之末了。你就算是嘴再硬，但是事实上你做法都是很极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不觉得这个他能够真正的就是硬干到底。好，如果这一场战火真的很不幸的在这边边界发生的话，现在就是怕这个外溢的效应会影响到全球。刚刚说包括经济或者是地缘政治上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 G7 的国家，前几天不是在联合国上面表态了吗？到底要不要让巴勒斯坦建国？当然，这 G7 的其中几个国家已经说了，就是承认让它建国，包括英国、加拿大跟法国。但是还是有几个国家到现在，态度上犹疑不定，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是日本、德国跟意大利，是这些二战的轴心国，到现在还是态度不定。当然了，石破茂最新又出来说了，他说呢，罕见的表态说，以色列否决巴勒斯坦建国是令人愤慨的，并且暗示日本恐怕迟早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委员怎么看？日本、德国、意大利这3个2次大战时代的战败国有2个原因他们不会赶到前面去当出头鸟去承认巴勒斯坦。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同意，他们不太敢，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对。第二个，他们内部也没什么压力，因为这3个国家里面内部穆斯林的人口很少不像那个什么英国法国内部穆斯林的选民压力太大了，所以能够抵得抗得住这个美国的压力，而且美国也能够放他们一马，因为的确的。穆斯林的选票经常在2党，像英国2党中间插着这穆斯林的选票那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看这个整个情势发展。不过巴勒斯坦国大概普遍世界都会承认但是他没办法建国。就刚才那个赖教授有提的，在约旦河西岸的领土60%是以色列的屯垦区。而且是星罗密布，不是一整块的。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只有18%，其他另外22%是共治，就军事治安以色列，民政行政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这样怎么建立一个国家？困难度显然是一个很高不切实际的。所以川普在讲话也很幽默，我不容许以色列并吞巴勒斯坦政府。他注意到，他讲的是政府，他在搞什么名堂嘛？土地都被占光，剩下空头政府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在讲假话，但他没有讲说，如果以色列并吞加萨走廊，我有红线，没有现在重点在加萨走廊，根本不在约旦河西岸。你只要听到这个西方政客讲说，约旦河西岸不准你并吞，那个就在说谎、骗你的话术，话术真的是话术，那个早就已经被以色列控制了那你加沙走廊有没有人说以色列不能控制？包括英国都没有都没有，只说你不可以做种族屠杀而已。那现在以色列摆明的态度很清楚他要以加沙走廊的加沙市为中心，把所有的巴勒斯坦全部赶走，腾空加沙市。为什么？他要做以色列人新的屯垦区。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不然他所为何来？然后他在加萨市，因为很靠近什么地中海沿岸，要做川普心思梦想的什么豪宅？地中海水岸第一排。最好的那一段就在加沙市附近国际度假村。所以你未来会看到柏林围墙，新的柏林围墙，然后做一个区隔的屯垦区。这个很明显的是以色列目前的规划那如果加沙市已经被以色列控制的话，你哈马斯的生存空间跟补给的路线就会被切断。好，谢谢蔡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
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